你知道吗？运气和福报都是从嘴上漏的。很多人不知道嘴是祸福之门，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和灾难太多了。做了好事赶快说出来，福报就漏了。爱说尖酸刻薄的话，就会得罪人。说话口无遮拦，祸就从口出。所以不仅要心好，说话也很重要。你不能说刀子嘴豆腐心，心好就是福。说好话才能守住财富的大门，不漏福，运气才能越来越好。一个人的命是好是坏要看嘴，嘴下有德，即福多富贵；嘴下亏欠，则福遭晦气。管住了嘴，你就守住了福气。所以请你牢记口德16戒：一戒多言，言多必失；话多必乱。2戒轻言，语出轻率，必遭责怪。3戒狂言，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。4戒杂言，杂乱无章，自毁形象。5戒细言，言失分寸，树敌伤人。6戒直言，是曲是直，拿捏恰当。7戒禁言，余地不留，言出难收。8戒漏言，事以密成，语以漏败。9戒恶言，恶语重伤，结怨结仇。10戒巧言，花言巧语，虚伪讨嫌。11戒金言，自矜自夸，骄傲自满。12戒谗言，背后谗言，奸诈妄佞。13戒奸言，揭人疮疤，必招痛恨。14戒轻诺，轻易许诺，丧失信用。15戒过言，唠唠叨叨，惹人厌烦。16戒讥言，讥讽嘲笑，损失人缘。口德之戒，牢记心间，修心修行，一生圆满。孔子当年教学，第1条是德行，第2条就是言语。由此可知，言语很重要。古人对言语这样的重视，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。所谓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从古到今，都有很多人说话不知收敛，最后酿成大祸，连后悔改过的机会都没有，很是可悲。所以人生一定要谨言慎行，管好自己的嘴，守好自己本身具有的无量福德，别让福报从口中漏掉。乱讲话有什么不好呢？莎士比亚在《仲夏夜之梦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不要轻易去评价自己所不知道的道理，这有可能会让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去偿还自己犯下的错误。非常令人深思的一句话。现在有些人对佛法一知半解，就肆意诽谤，果报深重。时善业道经云，善护口业的人能得到8种利益。第1，言语如理如法；第2，出言成责，听者受益；第3，说话符合真相；第4，言辞美妙；第5，言语温和自然，令人欢喜；第6，心地真诚；第7，言辞正确；第8，语言出口自然和善；
能够善护口业的人，所获得的利益确实如此。很多学佛同修，在生活中应该会有所领悟。人活在这世上，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。很多人没做什么坏事，但就是命运坎坷。究其原因，大多是自己的嘴损了福报。一个人的口德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，所以千万不要在无意之间因为说话而漏掉了自己的福气。谚语云，人生丧家亡身，言语占了8分，意思就是说，家破人亡的灾祸，说话不当往往是最主要祸根。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，而且我们经历越多，遭受过的挫折与失败越多，对这句话的领悟越是深刻。见复玄口名曰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治家格言则说，处世戒多言，言多必失，口者心之门户，言语都是从口而出。戒多言就是要管好嘴巴，更是管控住人生的福与祸。正所谓是舌为利害本，口是祸福门。这3种话尽量不要说，以免福气偷偷溜走。1. 生气时不要说难听话，冲动是魔鬼。人一生气，情伤就为零，很容易说出伤人的话，做出伤人的事情。但是事后冷静想想，后悔莫及，又无法弥补。特别是家人之间，更要注意说话的语气和内容，千万不要因为关系熟就肆无忌惮地打击批评，让人觉得恶语伤人6月寒，最后甚至是发生悲剧。曾经在网上看一则新闻，妈妈在车上严厉批评儿子不听话，儿子心里不舒服，一气之下打开车门跳了下去，当场身亡。妈妈抱着儿子撕心裂肺地跪地痛哭，一直说我错了，但也无力回天，就不活孩子。所以说，当父母的要耐心教育孩子，而不要在生气时候对说难听话，要避免悲剧重演。国学大师曾仕强也提醒大家，不要口出恶言，要提醒自己，讲难听话是谁都会，那是没有修养。讲难听话并不能表示你很能干，尤其是生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口出恶言，因为生气的时候没有什么好话，而且脸色不好看。生气的时候说难听话，这是本能；生气而不说恶语，这是涵养，也是真本事。所以说，人越是生气，越爱说难听话，就是伤人伤己，也会让事情更糟糕，最后也导致福气慢慢溜走。2. 得意时不要说大话。有个成语叫得意忘形，是告诫大家，人不要在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头脑一发热，说了一些失态的大话。这就好比是一个人酒喝多了，胡言乱语，说话没有把门，酒醒后一定会后悔的。曾国藩在京城当官的时候，为父亲大人办寿宴，宴请了几个好朋友。酒过3巡后，曾国藩感觉春风得意，
借着酒劲胡言乱语，说起了大话，还在饭桌上与湖南老乡郑小山争吵了起来。最后郑小山拂袖而去，场面很是尴尬。酒醒后，曾国藩非常后悔，还主动去郑小山家登门道歉，这才缓和了一场人事危机。曾国藩还在当天日记中反思自己身上的3大错：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，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，还跟人抢辩，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。后来曾国藩还借此事告诫儿子们要言不忘发，则入德之基也算是他自己吃一堑长一智后的经验教训。人在春风得意时，除了不该说骄傲自满的大话，更不能随便说许诺他人的大话。这便是古人所说的不可承喜而轻诺，不轻易许诺，故我不负人，头脑发热。说大话很简单，但是后面要兑现诺言，就要付出惨重代价，要不然你就是失信于人，那就更加不可取了。而且上天要降祸给一个人，一定会先用一点点福运来骄纵他，所以福运来了不必太高兴，还要看他会不会受用。如果你得意时候骄傲自满，说了大话，没多久就失败了，也兑现不了诺言。因此古人告诫我们，恩理由来生害，故快意时须早回头。人越是处于顺境，春风得意之时，越要谦虚低调，夹着尾巴做人，少去通过说大话来显摆自己有本领，这样才是谦受益，才能够留住好福气。3. 失落时不要说抱怨话。人们常说可以走霉运，但是不可有霉相，因为人生不如意者10之8九，遇到点挫折和磨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千万不可失去信心，不可消极懈怠，变得闹骚满腹。生活中存在着吸引力法则，你积极乐观，满世界都是春暖花开；你消极悲观，所看到的世界都是暗灰色的。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场，你若是正能量，便会吸引来各种正能量的人或事物；你若是充满负能量，便会霉运连连。即使是幸运天使降临了，也会被你忽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天作孽犹可活。因为你能积极乐观，寻找一丝转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因为你自我放弃了，他人想帮助你，也找不到你的手。一般人会因为事情不顺心而忧愁，但是真正聪明的人，心态稳定，从容不迫，能够从逆境中寻找乐趣，继而反败为胜。正如曾国藩所说，人人料必挫折，终极福生机。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，我们冷静思考，或许可以找到一丝生机。当他人都在抱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最不能抱怨，因为抱怨后面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机遇。正所谓是危机，就是危难后面隐藏着机遇。
一个人懂得遇事不急不躁，宠辱不惊，才能真正自强不息，最终否极泰来。上天要降福给一个人，一定会先用一点点灾祸警戒他，所以灾祸来了，我们不必太忧愁，还要看自己会不会解救。天不渡人，人要学会自渡，千万不能越是失落，越是悲观，然后说一些自怨自艾的话，因为这样会使得人变成一个怨妇，陷入负能量圈，永远无法自拔。鬼谷子先生说，口者心之门户也，心者神之主也，志意、喜悦、思虑、智谋，此皆由门户出入。其实不仅是情绪和语言出自于嘴巴，连人生的福与祸都是出自于一张嘴。所以古人再三告诫我们，口是福报之门。我们生气时候要管住嘴巴，尽量不说难听话；我们得意时候也要管住嘴巴，尽量不说大话；我们失意的时候尤其不该说自暴自弃的抱怨话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才能人际关系和睦，做个高情商的人，奋发图强，日子越过越好，福气也越聚越多。有缘人，你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，也感谢你的点赞和转发。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，从他有没有口德就看得出来，所以口业很重要。人一辈子缺德事不会天天做，但是缺德的话、难听的话、不正经的话可能会天天说，日积月累，福报都从这张嘴里跑光了。所以说话没口德的人，这辈子也是坎坎坷坷很凄凉的。嘴有多坏，命就有多苦。口德对任何人都是这样，许多福报都是通过嘴巴给损了。有的人说，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呀。要知道，这个口业不好，损福报是很厉害的。古人讲的言由心生，如果嘴巴一直讲不好的话，说别人是非，以及说一些诅咒的话，这样子损福报很快。不仅是说是非，哪怕说我们长辈的不好的话，这也是损福报。有些女人很喜欢抱怨丈夫，说丈夫这不好那也不好，吵起架来连对方父母、祖宗8辈都敢骂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这样造口业是很严重的，这样家境只会越来越穷，因为福报都被你骂光了。所以这个口业关一定要注意，嘴巴要留得，不要尖酸刻薄，这样子就能留住福报。为什么嘴巴能损福报呢？要知道，福报是缘起法，是因缘和合的，也是一种能量场的体现。比如说你去寺院做义工，你扫地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，还是擦桌子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？都不是的，是心念给你带来福报。我们发出利益众生的心，去扫地，去整理卫生，和众生结欢喜缘，怨天尤人，损福就很快。那损掉福报的，也是用心去损的，心中趋向自私，趋向抱怨，
趋向嫉妒、悭贪、浪费，这时就损掉福报了。福报也是用心，然后配合行动来损的。人怨天尤人，不珍惜当下所拥有的，一直抱怨，又通过嘴巴来喋喋不休，这时损福报就很快了。嘴巴要说好话，心要存好心。佛经说，佛说话言辞柔软，悦可众心。十法界的众生听了佛讲话都很欢喜，都被佛的语言所摄受，这也是佛累世修行。嘴巴说爱语的原因，嘴巴要说好话，心存好心，那向宇宙就会发射出好的磁场，得到的也是好的回报。什么叫做好心？首先要知足和感恩。知足是一种成就相，一个人越修行，一定要越自足，对外在任何环境都很知足感恩，这才代表有进步。留些口德于己，知人不必言戒，留3分余地于人。留些口德于己，则人不必苛尽，留3分余地于人。留些度量于己，才能不必傲尽，留3分余地于人。留些内涵于己，锋芒不必露尽，留3分余地于人。留些深敛于己，有功不必邀尽，留3分余地于人。留些谦让于己，得理不必抢尽，留3分余地于人。留些宽和于己。在熟人面前，我们常常因为亲近与信任而忘却了言语的边界。然而有些话语即便是在最亲密的熟人面前，也应当慎言甚至不言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，更是对他人、对关系的真实。增广贤文中讲，防人且说3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祸从口出，多言惹祸。管住自己的嘴，是一个人最高级的自律。显摆炫耀的大话，便是其中之一。古语有云，人之聪明，多失于浮炫。当我们过于炫耀自己的成就与财富时，往往会陷入一种虚浮的境地，不仅失去了内心的宁静，也可能让熟人心生反感。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炫耀，而在于内敛与低调。人心复杂难测，人性深藏不露，在人际交往中，过度炫耀往往招致嫉妒，引发不平衡心理，进而滋生种种纷争。做人之道，不在于外在的华丽与风光，而在于内心的平和与沉稳。保持低调谦卑，不张扬炫耀，方能远离纷扰，享受内心的宁静与自在。好为人师的话不要说，切忌以师自居，四处说教。这种行为往往令人反感。许多人自以为见多识广，便以长辈或前辈自居，对别人指指点点，却浑然不觉对方内心的抵触。我们自幼便对无休止的管教感到厌烦，因此很多人对说教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。在长期的压抑下，大家都不再喜欢被人指点江山，即使你出于善意，
想为他人好，他们却可能认为，你凭什么教我如何做人？你可以传授工作经验，指点迷津，但千万不要涉足他人的价值观，因为这会触及到每个人的底线，引发强烈的反感和反弹。3. 有关收入的闲话，亦是应当避免的话题。古人说，财不露白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个人的收入与财产应当被视为隐私，不宜随意向外人透露。无论是和亲友闲聊，还是和同事交流，都应当保持一定的警觉，避免谈及此类话题。毕竟，过高的收入可能引来嫉妒，而过低的收入又可能遭受轻视。若对方主动提及，我们应巧妙转移话题，避免尴尬和不必要的纷争。记住，保护自己的隐私，就是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平静。所以，在社交场合中，我们应当学会巧妙回避有关收入的提问，同时也要避免主动透露自己的经济状况。4. 伤人自尊的笑话，更是应当杜绝。作家纪伯伦曾说，幽默感就是分寸感，幽默本是生活的调剂，但若以伤害他人自尊为代价，那便失去了其本意。开玩笑时，务必把握分寸，避免言辞过于尖锐，以免让对方感到尴尬和不适。在熟人间更应如此，因为彼此了解甚深，各自都有不为人知的短处。若以对方的外貌、品味、感情、经历等私事为笑料，虽自以为幽默风趣，实则显得缺乏教养，无形中伤害了对方。即使对方当时未表露不满，心中也会对你产生距离，最终可能导致关系疏远，声誉受损。因此，对待亲友更需尊重与维护，玩笑适度，方能维系深厚情谊，让关系长久持续。5. 至于家庭矛盾的丑话，更是应当守口如瓶。常言道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家庭是我们最私密的空间，其中的矛盾与纷争应当在内部解决，而不是向外界宣扬，否则不仅会让家人感到尴尬与难堪，也可能让原本亲密的关系变得疏离。每家的锅底都藏着些许灰尘，矛盾与纷争也是生活中难以避免的部分。从父母间的微妙关系，到子女偶尔的叛逆，再至兄弟姐妹间的性格差异，夫妻间的意见不合，人们在心烦意乱时，总会想找亲近的人倾诉一番。然而，这样做虽然短暂舒缓了情绪，但对方未必会真正理解，甚至可能在心里暗自嘲笑。这不仅损害了家庭形象，让亲人颜面无存，还可能引来外人的非议和嘲笑。要知道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些闲言碎语一旦被家人知晓，必将掀起新的波澜。更糟糕的是，若有心怀不轨之人趁机煽风点火，家庭矛盾可能会被进一步激化，甚至导致亲人反目。因此，对于家中的事务，
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妥善处理，避免将私事外扬，这才是明智之举。6. 自己的善行最好是默默耕耘，而非在众人面前炫耀。许多人深知福气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需要通过行善积德来积累。然而有些人行善多年，生活却仍未见改善，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将自己的善行轻易透露给他人。善行一旦被说出口，其原有的力量便会悄然流逝。我们应该学会低调行善，做好事不求人知，这样我们的善行才能转化为真正的福气，越积越多。相反，若经常炫耀自己的善行，福气便会逐渐消耗。在说话前，我们应该深思熟虑，避免说出损耗福气的话语。相反，多谈论那些能利益他人的话题，这样我们的福气才会如涓涓细流，不断汇聚，越来越丰盈。另外，如果经常在熟人面前夸夸其谈自己的行善之事，也容易让人心生反感，因为这种行为往往给人一种炫耀和自大的感觉，仿佛自己是一个救世主，而别人都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。实际上，行善的本质应该是出于内心的善良和同情，而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和赞扬。当我们真心地帮助他人，不张扬，不炫耀，那么我们的善举才会更有价值和意义。此外，过于频繁地谈论自己的善举，也可能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。毕竟，真正的善行往往是默默无闻的，而不是通过言语来宣扬的。如果我们总是强调自己做了多少好事，反而会让人质疑我们的动机和诚意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保持一颗谦逊和低调的心，不要总是把自己的善举挂在嘴边。人生之路，修心为上，慎言为先，心中所思，口中所述，皆须慎之又慎，因为一言一行皆显人品。即便在亲近之人面前，亦须谨言慎行，把握分寸。言语之力，犹如双刃剑，既能温暖人心，亦能伤人于无形。因此，我们需修心养性，克制自己，方能成就人生之大道。在熟人面前，我们应当学会沉默与倾听。沉默不是冷漠，而是对言语的尊重与珍视。倾听则是理解的开始，是建立深厚关系的基石。当我们能够管住自己的嘴，守住自己的心时，我们便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，享受那份难得的亲密与和谐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守住口德，福气自来。愿你养一张富贵嘴，修一颗慈悲心，享一世富贵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
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